我儿子尸骨未寒，你们瞧什么喜罗？大哥，你3个儿子都摔下山死了，我也很心痛啊。但这3个侄媳妇这么年轻漂亮，总不能陪你这个老头守一辈子吧？不如趁早让他们改嫁，还能谋个好人家，不是？不许抢走我妈妈！今天是我丈夫下葬的日子，我谁也不嫁！放开我！你3个儿子欠我20万，借据和转账都在，今天还不上，老宅和林地归我。至于这3个媳妇，我已经替他们找好了下家，收来的彩礼正好拿来抵债。这个虽然瘦，模样倒不错。山外那个瘸子愿意出3万。他们是我王家的儿媳，也是我王守山的女儿。谁敢碰他们，我废了谁的手！爷爷，别让他们带走妈妈。大哥，你说的倒好听，3个儿子全死了，留下3个寡妇和一个小丫头，你靠什么养这一大家子？今天要么交出老宅和林地，要么让他们穿上嫁衣跟我们走。爸，往后您照顾好自己。爸，你已经为我们拼了一辈子，房子不能丢。我们走，只要能给这个家留口饭，我认命。妈妈别走，我已经没有爸爸了，不能再没有妈妈。谁也不用走。老子儿媳妇不愿意，谁也别想带走他们。你们男人不在了，爸还在。从今天起，只要我有一口吃的，就绝不会让你们饿着。只要我还站得起来，就没人能把你们卖掉。好一出父慈女孝，7天之内拿不出20万，我亲自拆房，到时候他们一个都跑不了。山神图鉴觉醒救治梅花鹿，可获得山灵感知，跟随其进入黑风岭，可发现百年野山参，价值约20万元。20万有着着落了，兰儿他们谁也不用走了。这路哪来的？彪哥，他好像在等这个老头。他是要带我进山找那株野山针。带着你的人滚出我家！再敢碰我儿媳，下一枪就不是打托盘。行，7天后拿不出20万，我就来收房。到时候谁拦，我收拾谁。把欠条带好，7天后，我连钱带耳光一气还你。兰儿、秀儿、巧儿，你们守好灵堂，照顾好丫丫。爸，您拿枪要去哪儿？我要进山打猎，把20万挣回来。只要爸还在，这个家就散不了。爸，黑风岭有熊，不能去。您腿都瘸了，怎么进深山？万一出事儿怎么办？爸以前好歹也是护林员，不会有事儿的。现在只有这一个办法能救咱家了。
都别多说了。真要去，我们陪您一起去。您认山，我们搀着您，替您背东西。胡闹！山里危险，爸还得分心护着你们。可您要是倒在山里，我们这个家才真没活路，不能只让您一个人扛。您不答应，我们也会跟在后面。兰儿留下照顾丫丫，秀儿、巧子跟我进山。爸，那我就在村口等着，天黑之前见不到你们，我就进山找你们。爸，您慢些走，山路滑，右巧千万不能再伤着。这才刚到山脚，进了林子，雪下面可能有坑，你们每一步都要先用木杖探路。您负责认路，我和二嫂扶您，重东西也都交给我们，止血药和干粮都带齐了，真遇到危险，我们也不会乱跑。跟紧我，看见什么都不许乱碰，听见兽叫更不能跑。知道了，爸。这冻馍少说5、6斤，拿去赶集能换2、300。秀儿，用干草垫住再装，别压坏了。爸，您看这个，眼力不错，是野生猴头果，品相这么好，能卖7、800。爸，您腿疼就扶着我，别硬撑。爸还走得动，你把背篓背稳。就是帮我了。您嘴硬也没用，腿要是疼得厉害，必须告诉我们。卢婉蜜，根须长，这是住上百年的老参，完整挖出来，20万欠款就有着落了。爸，别动，您身后有熊。爸，您带二嫂走，我拦住他。胡闹！爸带你们进山，就得一个不少的带回去。成年黑熊幼崽被困，勿将众人视为威胁。他不是要吃人，是怕咱们伤害他的孩子。爸，幼熊的伤口还在流血，再不救，他那条腿就保不住了。别惊着他，你们稳住这边，爸去看幼熊。别怕，很快就好。爸，他知道是您救了孩子，还知道把枪送回来，没白救你家小崽儿。救助幼熊成功，山林感知范围扩大。参边果，老辈人说这东西专养筋骨，几10年都未必碰得上一回。爸，您的腿怎么了？不疼了，爸这条瘸了10几年的腿，能使上劲儿了。爸，他这是拿野猪谢您呢。救他孩子一命，他还咱们一家一顿饱饭。这份谢礼，爸收了。都别急，肾虚细，跟着爸一点点往外清。爸，
有了这根参，咱家的房子能保住了。先别高兴太早，得找到真正识货的人。爸，那几株为什么不一起采走？靠山吃山，也要给山留口气。今天采绝了，往后吃什么？爸，您腿刚好，别逞强，我和二嫂一起拖。爸，您真把整头野猪扛起来了？这腿不但好了，身上也比年轻时有劲儿。走，回家吃肉。都等半天了，你爸一个瘸腿老头带2个女人进黑风岭，能回来才怪。我爸答应回来，就一定回来。你少当着丫丫说晦气。守山不但活着回来了，还真打到这么大的野猪。冻蘑、猴头菇、灵芝全是好货呀，这一趟可没少挣。这怎么可能？他的腿什么时候好了？爸，我就知道您一定会平安回来。爸答应过你们，就不会食言。走，回家吃肉。都吃。秀，巧儿陪爸进山有功，兰儿守着孩子和家门，也没少担惊受怕。爸，您今天又救熊又扛野猪，应该多吃点。爸身体好着呢，倒是你们一个个瘦的脸上都没肉了，还跟爸客气什么？爷爷，这肉真香，以后我能每天都吃这么饱吗？天天吃肉不敢保证，饭肯定让你吃饱。你妈妈和2个婶婶也一样。爸，孩子他爸走后，我以为这个家再也不会有笑声了。肉凉得快，都趁热吃，吃饱了，明天该卖参卖参，该收拾院子收拾院子。那我明天早点起来剁肉，爸，您可别又一个人把活全干了。知道了，你这丫头。明天进县城能不能保住这个家，就看他了。爸，灵芝都用干草合开了，路上不会磕坏。这些山货真能卖上价吗？普通山货只能换些零用钱，真正值钱的是这株老山参。爷爷，卖了钱，妈妈是不是就不用嫁人了？没错，爷爷说过，这个家谁也拆不算。这些货品相不错，1万块不算亏你，成交。根须倒完整，可惜年份差点，5万块我替你省得再跑。卤碗蜜珍珠点清楚，你不是不识货，是想趁我急用钱捡漏。别碰，断一根主须，这株参至少少值1万。根须完整，纹路漂亮，这样的100年老山参，可遇不可求啊！老哥，这株参我出22万。你若同意，我现在去银行取现金。可以，但今天必须结清，我家里等着这笔钱保命。这是还债的钱，1分不能动，剩下的给兰儿他们添粮添衣。靠几筐蘑菇也想凑20万，趁早收拾东西。爸，他们欺人太甚了，要不要把牌子摘了？不用摘，等期限那天，我要马大彪亲手把它砸了。爸，债还没还，怎么先给我们买东西？20万已经封好了，你们跟爸进山挨冻，这鞋子该买，快穿上吧。他不在了，您还这样护着我们。买都买回来了，退不了，赶紧试。鞋小了，明天就去换。爸，今天还带我们进山吗？想学就带你们去，但上次遇到了熊，这次谁都不能答应。爸，这是不是药书里写过的桦树龙？长在活桦树上，里面是黄褐色，确实是上等桦树茸。你这双眼睛能认药材，往后大有用处。这么多，能卖不少钱吧？
能卖几千，但幼小的不能动，只采成熟的。爸，我又给您添麻烦了。人没摔坏就行，下次眼睛别只盯着山货，脚底下也看着点儿。记住了，下回我先看路。爸，他的伤口还在流血，再流下去，恐怕活不过今晚。旧址灰狼，可发现隐藏山货。别怕，他不是等着吃咱们，是在等人救命。都别动，他越害怕越容易伤人。就这样稳着，等爸把套索剪开。爸，您快点，我还能按住。血止住了。手没抖，药也没服错，头一回能做到这样，不赖。他这是让我们跟他走？那是什么？像雪地里开了一片金花。这是野生金耳，菌肉厚，颜色正，比银耳稀罕，光这一片就值好几千。手脚都比上回利索了，照这个速度，天黑前就能下山。那您以后可不能总想着把我们留在家里。菌盖硬挺的才装篓，发软和没长开的先别碰，下刀贴着根走，别把腐木掀碎。知道了，小的留着，明年咱们再来。大彪，守山从山里带回一大堆值钱山货了。老板，村里都传王守山卖了老参，今天又带3个儿媳弄回满院金耳。我大哥真凑够20万，早就来还债了，还用天天进山装样子。让他们再高兴一天，期限一到，我带挖掘机收房，看他还能装多久。爸，这些钱真够还债了。20万，一分不少，爸早就准备好了。那您为什么不马上拿去还，还让那块收房牌钉在门上？他们在灵堂上逼你们穿红嫁衣，把咱们一家当牲口欺负。这个债不能悄悄还，明天让他带着欠条当着全村人的面来，钱我还，咱王家的脸面也得拿回来。架子再添高些，别让地上的潮气反上来。记下了，等您回来，我把重量和品相都列清楚。7天到了，20万凑够没有啊？拿不出来，老宅和林地今天就归我。大哥，别硬撑了，你养不起3个儿媳，早点把房子交出来，也少受点罪。你是爸的亲弟弟，他年轻时供你读书，帮你盖房，你现在却带外人来抢他的家，还有没有良心？守山当年省吃俭用攻富贵，他倒成了第一个落井下石的白眼狼。想拆我家，先把欠条和你的脸都摆到全村人面前。7天期限到了，拿不出20万，你们今天就滚出王家。欠债还钱，我认。但今天咱们当着全村人的面立个赌约。你一个穷老头还有什么资格跟我赌？我拿不出20万，老宅和林地立刻抵债，我王守山绝不纠缠。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我要拿出20万，你就亲手摘掉门口的催债牌，再跪下来向我3个儿媳妇道歉。那天是他们丈夫下葬的日子，你却逼他们脱掉校服，换上红嫁衣，你欠他们一个道歉。大哥，几筐蘑菇能卖几个钱？你就别逞强了。行，你要真拿得出20万，别说摘牌，我当众给他们下跪。富贵，
你哥当年供你读书，帮你盖房，现在3个侄子刚没，你却领着外人抢亲哥的家，真是个白眼狼！我们王家的事儿轮不到你多嘴。20万少1块都算你输，钱呢？兰儿，把箱子搬出来。拿口破箱子吓唬谁？里面装的不会是石头吧？不可能！你一个瘸腿老头，怎么可能挣到20万？睁大眼睛看清楚，老子的腿好了！20万，一分不少，这债我替3个儿子还了。周山不但保住了房子，还真把20万还清了。钱还清了，你是不是该兑现承诺了？把那牌子给我摘了，然后跪下给我3个儿女道歉。把牌子摘了，然后跪下给我3个女儿道歉。王守山，20万我已经收了，债也清了，还逼我当众下跪，别欺人太甚。逼我儿媳脱校服穿嫁衣的时候，你怎么不知道欺人太甚？我替他们找下家，是怕3个寡妇跟着你挨饿，我有什么错？我们愿不愿意改嫁，什么时候轮到你做主？你让媒婆像挑牲口一样给我们定价，也叫为我们好。赌约是你自己答应的，愿赌服输。刚才催债的时候那么威风，现在怎么不认账了？这是我跟王家的事儿，轮不到你们插嘴。你带着挖掘机堵我家门，恨不得全村都来看，现在丢脸了，现在又成了2家的事儿。老子今天就是不摘不跪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把钱收走，再把房子拆了，谁敢拦就给我打！讲道理你不听，那我今天就打到你听。你的人不够打，还有多少？一起叫来！都愣着干什么？一起上！小在后面！你不是要拆我家吗？接着来！王守山，你敢动我，县里有人不会放过你！你把天王老子叫来，也得先把赌约兑现了。他抢钱！还要拆我家吗？王守山，你给我等着！还想抢钱吗？不抢了，钱、房子和林地我都不要了。王叔，我认输，别打了。认输就按赌约办。孩子是你让人盯的，自己摘。孩子，我摘了。一块破牌子也想压垮王家，你还不够资格。孩子摘了，我可以走了吧？还没完。怎么，刚才骂人的力气用完了？对不起，行了吧？不行。你为什么道歉？一件一件说清楚。你们丈夫下葬那天，我不该带着媒婆闯进灵堂，不该逼你们脱校服穿嫁衣，更不该拿你们的彩礼抵债，是我错了。大点声！是我错了，对不起。这声道歉我们收到了，但那天的事儿我们不会忘。以后再敢打我们的主意，我还敢当着全村人的面抽你。带着你的人滚！王富贵，我让你走了吗？大哥，债还清了就好，咱们毕竟是亲兄弟。我供你读书，帮你盖房，不是让你带外人来卖我儿媳的。我也是怕你一个人养不起这么多张嘴。富贵叔，我们穷不穷是王家的事，您不该帮外人往我们身上套嫁衣。从今天起，别再登我家的门。一个瘸了10几年的老东西，进2趟山，不但治好了腿，还挣了20万。黑风岭里一定藏着值钱的东西。你还想找我大哥麻烦？他让我当众下跪，这事儿没完。找2个熟悉黑风岭的人盯着他，
他从哪条路进山，在哪里采货，全给我查清楚。爸，20万正好，一张没少。锁进柜里，钱还了，借据也撕了。这箱子以后拿来装山货账本。马大彪刚才跪得那么快，我还以为他膝盖断了呢。嘴上认错，眼睛里还全是恨，他不会真服气。知道他是什么人就行，院门插好，陌生人来打听山里的事儿，一个字也别说。都试试大小，谁的尺寸不合适，现在就说。爸，家里刚还完债，您又给我们买这些，冻伤了，要钱比衣贵，别磨蹭，穿上试试。暖和也结实，我能一口气走完黑风岭。少吹牛，进了山还得踩着我的脚印走。肉就是给人吃的，都坐下。今天这锅谁也不许只加粉条。锅里还有，不用留，凉了我可不替你们热。爸，您是怕肉剩下吧？少贫嘴，赶紧吃。王叔，苏老急收野生冬天麻，药铺收到的都是种植货，他说只有您能找到真正的好东西。冬天蛤藏在冻土下面，没有枯松带路，一般人找不到。苏老要多少？品相好的有多少收多少，价钱绝不亏您。天麻是有，但那片山里不太干净。什么时候走？明早天不亮出发，先把碗洗了。前面雪地不对，都踩着我的脚印走。这么大的夹子，一脚踩进去，腿都得废。夹齿磨过，钢索也夹粗了，不是村民抓兔子用的。附近有人专门猎大夹血。爸，脚印一来一回，他们应该经常走这条路。兰儿演戏，记住位置，回去再查是谁下的套。爸，这个我认识，黑皮黄心是上等花殊荣。总算没白教，割成熟的，树皮不能伤。爸，这是什么东西留下的？独行公野猪，少说300斤，脚印还没落雪，它就在附近。他已经闯进天麻地了，再让他拱下去，下面的药材全保不住。先别碰天麻，野猪受惊后会沿着来路冲撞，咱们先退到那几棵粗树后面。你守在左侧树后，看好背篓。田秀准备止血药，林巧跟我来。杜尚树，这头炮犊子扒来收拾！这家伙皮下全是油，猎刀扎不透。爸，别跟他硬拼！我把他引进窄道，兰儿看住退路，秀儿准备绳子，巧儿去敲左边那棵枯树。爸，前面石缝太窄，你也可能出不来。我心里有数，绳子套住右边树根，快！爸，困住了！还没有，受伤的野猪最凶，都别靠近！我带你们进山，就得把你们全速全位带回去。爸，抢！别围着我，先看巧儿。就是腿软。爸，您刚才真把300斤野猪按进土里了？少拍马屁，把绳子拿来，猎物得先放血，不然肉就糟蹋了。爸，这一头带回去，家里的肉缸都装不下。巧儿活动一下膝盖，疼就说，别为了逞性留下暗伤。就是摔轻了，不耽误挖天麻。坐下，我先给你揉开，针肿起来，回村以后有你疼的。野猪虽然糟蹋了一片，倒也替咱们翻开了冻土。看见这些枯心没有？顺着鹰鸽嘴往下挖。爸，这回我可没挖断。刚学会走就想跑，把那枚翻过来，底下还沾着半块母麻。成熟天麻大约60多斤，小的和母辣都留在土里了。小的都埋回去，明年再来，总不能只剩一片空土。爸，野猪已经够重了，背篓给我们。你们轮流拉把椅，我背山货。下坡听口令，谁都不能抢快。这么
领拖回来了。不光有野猪，40背篓里全是天麻。首山这趟又没空手，獠牙还没卸，大家先离远点。乔儿烧大锅，秀儿烧水，篮子把天麻摊开，别让祸受潮。后腿留着卖鲜肉，五花做熏肉，肥白里油，骨头熬汤，300斤野猪，一块都不能糟蹋。爸，照我这个剁法，天黑前能灌100根肠。刀背都让你砸卷了，力气收着点儿，肉馅不是木头。爸，野猪肉膻味重，我多放了珊瑚椒和一点白酒，您尝尝。膻味打住了，盐再减半份，熏过以后味道会更重。鲜肉按集市价卖，熏肉和腊肠能多挣1倍，但咱们第一次做，不能全压上。兰儿说的对，留一半鲜肉，剩下的试着加工，卖得动再扩大。守山，你家这是做什么呢？隔着院墙都把人香迷糊了。先别急，等爸把这一锅做成了，再请大家尝味道。守山，这肠什么时候卖？闻着可比镇上肉铺的香。明早赶集，想吃就去集上尝，合口再买。彪哥，王守山没把野猪卖掉，他带3个儿媳做成了熏肉和腊肠，明早要去镇上赶集。镇上那几家肉铺打过招呼了吗？放心，没有肉铺肯收，他那几百斤肉撑不过2天。正好周兰娘家已经收了我的彩礼，等他进了门，配方和生意都是我的。明天我要亲眼看着王守天的肉烂在摊上。妈，哥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再不来，你就要跟着一个老头死在山里了。姥姥，别带走我妈妈！妈，您先把话说清楚。刘老板看上你了，愿意出5万彩礼，钱我们已经收了。今天你就带着丫丫跟他走。我在镇上有肉铺，你嫁过去不用进山受冻，顺便把熏肉配方带上，咱们一起做生意。谁答应嫁给你了？配方也是爸琢磨出来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父母替女儿做主，哪还轮得到你答不答应？你男人已经死了，留在王家算怎么回事？周兰愿意回娘家，我备车送她；她不愿意，谁也不能拉她走。她是我亲妹妹，你一个公公有什么资格留人？就凭她在我家受欺负时叫我一声爸，我就不能看着你们把她卖掉。不走也行，他跟你进山挣的钱，还有这些野猪肉，必须分1半给娘家。爸给我的2000块，你也惦记？你是周家养大的，挣了钱就该先孝敬娘家。尽孝是他自愿给，不是你伸手抢。哼，王守山，你最好识相点，镇上的肉铺全听我的，你这些肉除了卖给我，谁都不敢收。那你就睁大眼睛看看，明天到底有没有人买。黑风岭现猎野猪肉，自家熏，自家灌，先尝后买。这头野猪来路不明，肉又没经过我的铺子，谁吃坏肚子谁负责。王守山，刘老板早就说了，镇上没人敢收你的肉，现在把配方交出来，还能少赔点。爸，再晒2个时辰，鲜肉的品相就要坏了。生肉卖不动，咱们就换个卖法，先做一锅，让集上的人尝味道。这味道也太香了，真能免费尝？尝着好再掏钱，不好吃1分不要。一点膻味都没有，又香又有嚼劲儿，给我来2斤。都排队，熏肉只有50斤，卖完可就没了。我看谁敢买，这镇上的肉生意我说了算。你卖你的，我卖我的，敢砸我的摊儿，就先赔这1锅肉。好劲道的肉，剩下的熏肉和腊肠，聚香楼按市价全收。以后有稳定好货，我再跟你谈长期订单。全收，苏老板，你可别被一个山林老头骗了，这种野猪肉能不能吃都说不准。刘老板，我在后厨站了10几年，肉好不好，我闻得出来。她是县城聚香楼的女老板，连她都说好，这肉还能有脚。肉是新熏的，油脂也没走味儿，珊瑚椒打住了膻味儿，比你铺里那批冻肉强。苏老板识货，但长期供货我现在答应不了。
山里的猎物不是家养牲口，不能为了订单乱打。送上门的生意你还往外推？有好货我先给你留，山里没货，我也不会拿次货凑数。丑话说在前面，省得以后伤和气。这2000是今天的货款，不是定金。以后有合格山货，直接送聚香楼签收。苏老板痛快，下回真有好货，我先让兰儿来问你收不收。行，谁来送都一样，货合格我当场结账。我得进山找货，总不能天天守着你这2000块。别挤，鲜肉、熏肉分开排，谁先来先称。爸，除去成本，今天净挣了3600。账收好，回去再算。集市上人多，别把钱露在外面。你别玩了，你娘家已经收了我5万彩礼，今天你必须跟我走，今天必须跟我走。他说过不嫁，你再碰他一下，这只手就别要了。王守山，刘老板马上就是我妹夫，你凭什么动他？是不是妹夫不该问你，应该问周兰。兰儿，当着大家的面说，你愿不愿意嫁？不愿意，我丈夫刚走，你们就背着我收彩礼，谁收的钱谁自己还。我生你养你，替你照顾有钱男人还有错了？您真为我好，就不会拿5万块把我和女儿一起卖掉。他敬你是母亲，我才给你留面子。再动手，别怪我把你请出去。亲妹妹不值钱，妹妹挣的钱倒挺招你喜欢。彩礼已经给了，婚事不成就赔我10万，不然我让你们以后在镇上卖不出一块肉。什么时候一个肉铺老板也能替整个镇上的买卖做主了？刘老板，你送来的肉3次少称，我本来还想给你留点脸。既然你今天把话说到这儿，聚香屋以后不收你的货了。苏老板，咱们可以再商量。先把你和周家的账算清楚，谁收了彩礼你找谁要。敢纠缠周兰，我就把你收买马大彪封杀摊位的事送到派出所。钱已经花了2万，那是你花的，与我无关。以后爸妈该给的生活费我会给，但是也别这么卖事。王师傅，明天有空来一趟聚香楼，我还有笔生意想跟你谈。爸，净赚3600，聚香楼还说以后优先收咱们验得过的货。先留1000买原料，2000修屋顶，剩下600给丫丫交学费买煤。忙了一整天，最后这几根品相不好，咱们自己消灭。卖相不好也不能糊弄。秀，你尝尝盐味儿。盐正好，就是肠衣灌得太满，煮的时候容易裂。又是我手劲大了，下回还让你灌，再撑破一根，晚上就多吃一根。什么时候不破了，什么时候算完。王师傅，苏老板让我送一份样菜，请您看看用的是什么蜜。酒楼换冬菜需要一批香味厚的野蜂蜜，这是养殖蜂蜜，甜是够了，香味太薄。黑风岭鹰嘴芽有盐蜂，冬蜜浓，不过蜂巢挂在崖壁下面不好取。苏老板说价格可以商量，找不到就算了，不能为了订单冒险。价先别开，我先看看那窝蜂还在不在，空口答应没用。六绳别带，鹰嘴芽上容不得半点侥幸。爸，咱们真要去取芽蜜？先去看路，能安全取就取，不能取多少钱也不碰。爸，这么大的蜂巢，里面得装多少蜜？至少50斤，但蜂群没有完全休眠，一次不能取完。兰儿定住绳，每下降1丈就在树上做记号。秀儿守烟炉，看风向。巧儿负责放绳。谁听到我敲3下崖壁，立刻往上拉。爸，要不我们换个容易些的蜂巢？这下面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越是陡崖，盐蜜越纯。我先下去看，不合适就空手回来。爸，风往东偏了，烟压不住右边的蜂群。再加时松叶，我不能大。出蜜了，爸，这回肯定值大钱。别光顾着看蜜，手里的绳子才致命。爸，绳子在磨损，有人割过绳子，巧儿，快拉爸上来！爸，抓紧绳子，我们拉您上来。别一起乱拉，兰儿看绳结，秀儿找磨损位置，巧儿稳住力气。爸，绳子压在坚石上，再拉就会磨断。把断掉的主绳绕过老松，吹到我右边。爸，再往右一点，绳子就在你手边。啊！你要真掉下去，
我没事儿，先别哭，蜜桶还悬在下面，等我喘口气儿再拉。您的肩膀都撞出血了，还惦记蜂蜜。肩膀破点皮不碍事儿，蜜桶悬着不收，等会儿连桶都找不回来。有人提前割坏绳子，想让您摔下悬崖。对方不知道咱们准备了卫用绳，说明他只来得及动一次手。别追，山里岔路多，他巴不得把咱们引开。先把蜂蜜带回去，再查是谁下的手。没有杂味儿，是上等盐蜂冬蜜，仅这一桶就够聚香楼用1个月。爷爷，您怎么又流血了？不是打伤的，都别碰爷爷右肩，先让他进屋。爷爷坐这里，我给您吹吹就不疼了。一点擦伤不碍事儿，去陪着你妈妈，别让她看见血就慌。割绳子的人不是抢蜂蜜，是想要爸的命。东西都别丢。颜色深，香味厚，这才是真正的盐蜂冬蜜。42斤，我按400一棍收，给你16800。蜂巢里还留了1半过冬蜜，下一批得等开春。靠山吃山，也得给山留口气。蜂群活过这个冬天，来年才有蜜采。只顾眼前这一桶，以后就只能喝西北风了。1万多块摆在眼前，还能忍住不把蜂巢掏空？王师傅，你是好样的！42斤，一共16800。兰儿，你点清楚，数目没错，苏老板。王师傅，你再帮我看看这桶蜜能不能做一批蜜汁熏肉？可以，但现在蜂蜜放多了，甜味顶住了肉香，再加些珊瑚椒，把味道提起来。你给我3天，3天后我让采购员来验货，合格就按成品收。放心，答应交货就不会误你的工期。蜂蜜先用温水化开，再分3次刷，甜味才能进肉里。兰儿，把每次刷料的时辰也记上，半个时辰一遍，早了不入味儿，晚了容易发苦。知道了，做吃食不光要手快，火候也得听指挥。嘴上知道没用，先把火稳住。第一炉是试错，不是让你们抢快。太甜了，吃2块就腻。珊瑚椒少了，烟味也没挡住甜味。蜂蜜减2成，珊瑚椒增加半勺。熏制时间再多1刻钟。这回味道对了，火再稳一会儿。味道定下来了，但这一炉先封做样品，送聚香楼验货。配方火和时间都对得上，后面才能稳定出货。谁负责哪一步也要写清。绳子都割断了，王守山为什么还能回来？3个儿媳妇一直守在崖顶，我没机会再动手。废物！蜂蜜卖了1万多，再让他干下去，镇上的山货都得进王家的门。把他引进北沟仓库，他就别想活着出来。给他送条值钱的消息，他们进山，再把退路封死。这肉越嚼越香，跟镇上卖的不是一个味儿。老板，再给我们添一盘，外甜里咸，还有淡淡松木香。这道肉以前怎么没吃过？王师傅刚做出的新菜，今天只供应这一桌，味道过关。先定200斤，每斤25，3天后交第一批。爸，除去肉、香料和木柴，200斤大约能挣2800。先别把2800写进兜里，头一批要是味道走样，后面1斤都卖不出去。王叔，我在黑风岭岭北沟发现一大片野生珊瑚礁，树上全是干果，少说能采几百斤。爸，咱们正缺珊瑚礁，这不是送上门了吗？昨夜刚下过雪，你说从北沟回来，鞋底为什么没有一点雪？我回来时走的是石头路，北沟只有雪道，没有石头路，谁让你来引我进山？晃都没边缘，还想跑？爸，割绳子人和他是一伙的。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，烟是我自己买的。烟能自己买，这张取货条也是自己长进去的？是马老板让我传话。他说：“只要把你骗进北沟，就给我50块。”回去告诉马大彪，我会进北沟，但什么时候进、走哪条路，由我说了算。爸，明知道是陷阱，咱们还去？他3番2次害人，不把他的窝找出来，以后进山都防着背后一刀。北口明摆着是陷阱，咱们从西坡绕进去。今天不是逞强，是把害人的证据带回来。爸，路线听您的，但进仓库前必须先留退路。再发现火药和枪，谁都不能单独行动。记住，证据比货重要。
命比证据重要。谁掉队，所有人立刻撤。夹子旁边连着响铃线，踩中一个，仓库里的人立刻就知道。爸，剪断细线会让铁罐落地，得先把罐子固定住。兰儿摁住罐子，巧儿松线，袖子看脚下有没有堵耳。收好。彪哥说了，等王守山从北口进来，直接把路炸塌。那3个女人也跟着，真闹出人命，动静会不会太大？彪哥说了，山一塌，埋几个都算意外。王守山，我知道你来了，再不出来，我就直接开枪。割绳子下捕兽炸山封路，你们干的事够判几年了？死人不会告状。兰儿，拉线！别往前追，守住彼此后背。想留我，你们还没这个本事！点火，把货和他们一起烧了！爸，里面不只是木头，还有汽油。他们连老虎都敢抓。爸，再不打开仓库，证据和老虎都会被烧掉。谁也别想活着离开北方！兰儿看住刀疤脸，秀儿、巧儿跟我撞门，这火不灭，谁都回不了家。爸，门上了锁，火马上就烧过去了。巧儿跟我去开水闸，秀儿用血压住门口的火，兰儿看好刀疤脸，别让他毁掉证据。知道了，爸。爸，这木头冻死了。别用蛮力，把木杠塞进下面，借石头当支点。爸，他要跑。放下来！你拿它害山里的动物，现在自己也尝尝滋味。爸，他受了惊，贸然开笼会扑人。他不是想伤人，是爪子被卡住了。你们推到门外，我来解铁链。爸，不能让您一个人冒险。门别关，真有不对，你们立刻拉我出来。爸，是护林站的人来了。仓库里的铁笼、兽皮、捕兽工具，我们全部登记完毕。多亏你们提前保住所有物证。我只是认得山路，账本和标记能留下来。兰儿出了大力。马三顺已经供认，他受马大豹指使一路盯梢，还在鹰嘴崖提前割坏主绳。酒楼外和山脊上的人也是他。这些是在鹰嘴崖和北沟发现的，上面都能和马记山货行对上。这些线索我们会核实。以后再发现情况，先报告，不能一家人直接进险地。刀疤脸刚才已经交代，马大彪就是幕后指使，镇上的同事已经把他带走调查，这回他跑不了。听见没有，爸？这回要不是我们跟着，您一个人怎么办？先说好，跟着爸不许逞强。刚才扛水桶跑得最快的是谁？那不是着火了吗？爸，回家以后先换药，秘制熏肉可以晚一天做。苏老板定的是3天，不能因为一点伤耽误交货。生意讲信用，身体也不能不管。回家我和秀儿处理肉，巧儿看火，您只负责调味儿。对，这回您坐着指挥，谁也不许抢活。现在倒学会一起管罢了。您把我们带进山，就得让我们派上用场。爸，是带您进山的那只鹿。回去吧，山里安稳了，别再往人家院子里撞。人齐，证据也齐，走，回家。秀儿这药布真管用，刚才还火辣辣的疼，现在缓过来了。人平安回来了，怎么一个个还跟审犯人似的？我们不是拦您进山，是要您答应，以后发现这种险事儿，先报护林站，不能再拿命硬扛。都听见了，您亲口答应，往后可不能赖账。听见了，赶紧摆饭，肉再热就柴了。
行了，话说清楚就让爸吃饭，再围着训，肉都要凉了。今天兰儿保住证据，秀儿灭火，巧儿开水闸，你们3个比爸想的更能顶事儿，都吃。我们能顶事儿也是您教的，只是以后不能为什么危险前冲。知道了，往后进山先找货，不找人拼命。对，就是这个味儿。再煨一会儿，让香气儿吃进肉里。爸，您坐着也闲不住。不是关起门来自己试味儿，头一批砸了，苏老板以后还怎么敢收咱们的货？爸，今天您只管肠胃，搬肉看货都交给我们。伤的是肩膀，不是嘴，先把头一批货做好。这是后厨常备药。苏老板说您为订单受了伤，交货可以缓，品质不能糊弄，人更不能硬撑。多谢了，要钱记进货账。肉已经好了，先验货。甜味不腻，凉了也不柴。苏老板让我带话，试吃的3桌客人都定了，原来的200斤加到400斤。第一批还没正式上桌，直接翻1倍，会不会太多？3桌试吃回单全是好评。苏老板特意叮嘱，只要味道不变，聚香楼全收。400斤分4批，每批我都验，坏1斤都不往酒楼送。聚香楼下个月办冬鱼宴，今年收来的鱼不够鲜。苏老板问您知不知道火山河湾？冬鱼得从活水里出，普通鱼塘的鱼肉松，还有土腥味儿。我知道一处，不过冰封的厚，能不能起鱼，得先探过冰层才知道。好，酒楼等您的消息，安全第一。告诉苏老板，找到合适的鱼，我亲自送去验。是。爸，熏肉归熏肉，冰河这一趟也带上我们吧。先把手头的货安排好，明早去探冰，谁跟着都得听指挥。知道了。爸，400斤熏肉的原料还没备齐，现在又去捕鱼，会不会忙不过来？没事儿，熏肉分批做。冬鱼宴要是接下来，咱家就多一条稳定来向。今天先探鱼，不贪多。我还没见过冬天拉网，真起一网大鱼，全村都得跟着开眼。冰河不是院里的水沟，待会儿上冰都把安全绳系牢，脚下听我指挥，谁也不许擅自乱跑。岸上的安全交给您，刨冰周围插上树枝，围观的人谁也不能靠近。林巧，跟这个瘸腿老头下冰河能捞着什么？你们几个女人，别一会儿连人带网都掉进去。爸认得山，找得到鱼，我们听他的就能挣钱，轮不到你在这说3道4。哼，嫁给我就不用吃这份苦，我有力气，会打猎，养得起你。巧儿愿不愿意改嫁，她自己说了算。再拿脏话占我儿媳便宜，我让你当着全村收回去。一个瘸腿老头还真把自己当靠山了，这片河湾早冻死了。你今天要能起出1网鱼，我跟你姓。鱼能不能起，看水路，不看你那张嘴。巧儿不是货，更轮不到你拿她下注。爸，下面真的有鱼，而且还不少。兰儿看绳结，秀儿盯水流，巧子跟我走网，鱼群一转向，立刻收绳。林巧，喊声张哥，我就搭把手。我就是把网扔了，也不用你帮。别听他废话，网口已经合住了，听我口令，起网。爸，网太沉了，下面到底有多少鱼？别跟鱼硬拽，巧儿向左压，兰儿收右绳，把网口慢慢合上。爸，鱼群正往东冲。几个女人也想拉起这张网，早晚连人一起掉进去。网口稳了，都抓紧绳子，起网。都往后站，鱼尾巴抽一下也疼。这片河湾我捞了几十年，怎么可能藏着这么大的冷水鱼？冰面看着封死，下面却通着山泉，鱼都挤在暖水口，不懂回路，凿多少冰眼也白费。这么多鱼放回去，不心疼吗？今天捞绝了，明年大家只能对着冰窟窿喝风。鱼捞上来了，你刚才那些脏话是自己收回去，还是让我帮你？会捞鱼有什么了不起？林巧迟早得找个男人过日子，就算改嫁，也绝不会嫁你。听清楚了，再纠缠巧儿，别怪我不让你留脸。王守山，咱们走着瞧。爸，按聚香楼给的价，这一我能卖5000多。先送去验货，客人认下味道，才算真正有了长期买卖。大黄鱼，这条先不动，得弄清楚来路，不能见值钱的就往上捞。苏老板，这鱼确实鲜，可冬鱼宴卖的不只是鲜，还得有招牌做法。王师傅既然把鱼带来了，应该也知道怎么做吧？山里人做鱼不讲花样，讲究把腥味去干净，把鲜味留下。冷水鱼肉紧，直接红烧容易柴。先用珊瑚礁去腥，再拿酸菜
和冻膜慢炖，秀儿负责看锅。汤变成奶白色就立刻收火，不能把鱼肉炖散。鱼肉嫩，汤里一点土腥味都没有。东鱼宴的头菜就用这个。王师傅，这道菜叫什么？山泉酸汤鱼，名字不用花哨，客人吃得明白就行。苏老板，客人都在问什么时候正式上菜，还有2桌想提前预约东鱼宴。看来王师傅这条鱼比我打多少广告都管用。每周要300斤，价格还是25一斤，只要品质不变，整个冬天都收。爸，1个月就是3万多的货款。鱼群经不起天天补，每周最多200斤，多1斤都不捞。那就200斤，你护住鱼群，我才能年年有鱼卖。这味道稳了，等正式开宴，我给王家留1桌，也让你们尝尝做出的成菜。你们看好了，这种柳根鱼个头小，适合晒鱼干。这类冷水里肉厚，留给聚香楼。鱼杂别扔，熬成料汤能喂鸡。200斤交酒楼，30斤留着晒干，家里留10斤，账能对上。爸，昨天放回去的母鱼，我在鱼鳍上系了草绳，下次捞到咱们还能认出来。这个办法好，以后带籽儿的全捞上来就放。爸，我现在搬东西越来越像您了。先学会看脚下，再学霸逞能。照这么喂下去，它们不会真长得跟鱼一样大吧？鸡要真长成鱼那么大，咱家院墙都拦不住。寿山，听说聚香楼长期收你的鱼，能不能也带我们去捕？可以，但得守规矩，每户限定网数，小鱼和带子母鱼必须放回去。鱼在河里又没写你王家的名字，凭什么听你的？河不是我家的，所以更不能让一家捞光。想跟着我找鱼，就按我的办法来。不愿意，自己另找兵眼。我捞了一辈子鱼，服的是本事。守山说的对，河里的鱼得给明年留种。爸，您把鱼点告诉大家，不怕别人抢生意。咱们一家吃不下整条河，乡亲们有钱挣，才没人偷偷下绝户网。等这批鱼交完货，该去上游看看了。鱼汤喝的最多，活儿也没少干。爸，今天这笔账可得算清楚。这笔钱分开用，先买肉和调料，再修房顶，小孙女的学费也留出来，剩下的给你们3个天生像样的衣裳。爸，我们能穿，钱还是留着扩大作坊吧。兰儿的棉鞋底磨透了，秀儿的手套补了3回，巧儿的棉衣还漏风，这也叫能穿？那你也得添一件，你那件旧棉袄肩膀都磨薄了。都愣着干什么？兰儿挑棉鞋，秀儿挑手套，巧儿把那件漏风的棉衣换了。今天谁也不许空手。旧衣上补丁落补丁，再补下去，布钱都比新衣贵。大叔，您3个闺女替您挑的，试试吧。她们是我儿媳，再说我不缺衣服。爸，您刚才说谁也不许省，怎么轮到自己就不算数了？以后还要进山，肩膀不能再冻着。钱是我们3个用工钱凑的，您不要，我们也不买。好吧，要不过你们，我也试试新衣服。爸，您穿这个年轻了好多，以后就别穿旧衣服了。一件棉袄就把你嘴甜成这样，行，这份心爸收下了，以后别再偷偷凑钱。知道啦。苏老板，12桌冬鱼宴全部订满，后面还有客人在排队。先把客人安顿好，生意越旺，后厨越不能乱。冬鱼宴能做满，王家的冷水鱼帮了大忙。鱼是山里出的，菜是你们厨师做的，我只负责把鱼送来。爸，客人都认咱们的鱼，这趟冰河没白下。巧儿，先把送货盒横清楚，客人叫好是面子，账和货不出错才是里子。知道了，爸，我现在就跟后厨一筐对。苏老板，都是鱼，凭什么王守山的1斤25，我的1斤只值8块？今天你要不给个说法，我就在门口告诉客人，你们聚香楼故意抬价。谁能看出有什么区别？既然你不服，就别靠嘴争。2条鱼同时下锅，让客人自己尝。要是尝不出区别呢？我的鱼以后按8块卖。要是尝得出来，你当着所有客人的面承认是你拿养殖鱼冒充山泉鱼，赌就赌！我不信2条鱼下锅还真能吃出这么大的差别。肉是松的，还有股土味儿。这碗肉紧，汤也鲜，根本不是一种鱼。爸，养殖鱼油之后，山泉鱼肉纹细，放在一起更明显。鱼能骗人，入口的味道骗不了人。从今天起，聚香楼只认王师傅挑选的山泉鱼，其他人想供货也必须经过他的验收。
爸，这上面写着冰河断网，他果然在河面动了手脚。今晚去冰河下药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还想抢东西，一张破纸能证明什么？谁知道是不是你们王家故意栽赃？纸条从你身上掉下来，你跑什么？我只是替老板办事，其他什么都不知道。闭嘴！纸条能伪造，你自己的印章也能伪造？既然不认，咱们现在就去鱼铺对账本。比不过人家的鱼，就想毁掉整条河，太缺德了！就是，真让他得手，以后谁还敢吃河里的鱼？我只是吓唬他，又没真动手。时间地点都安排好了，还叫吓唬？从今天起，聚香楼不再收刘家一条鱼。王守山抢了我的生意，你还帮着他断我活路？人家收谁的鱼，看的是货，你比不过就往冰河打主意。这不是我断你活路，是你自己把路走绝了。哼！回村儿，今晚把冰河守住，别让它碰水口。酒楼会配合保留采购记录，河边的事交给你们和村里。行，你把刘家今天送货的单据封好，别让证据丢了。我现在就让账房整理，明早全部交给来调查的人。都戴好手套，冰面有裂纹就停，谁也不许为了抓人往危险处冲。来，爸，东边2个冰眼都守住了。嘘，东边有人，先看清他们带了什么，别碰不明东西。老板，河边都是灯，还是回去吧。只要倒进去，明天鱼出了问题，王守山订单就没了。你们往哪儿跑？纸条、木桶和人都在，这回还想说是吓唬？谁也别碰桶，兰儿记住这个位置，老鱼头守住冰眼，明早让人来处理。东西没倒进去，鱼也没事，你凭什么抓着我不放啊？非得等整条河毁了，才算你做错。爸，这里裂了，站着别动，慢慢把脚往后挪。都别围过来！乔儿，把长绳甩给我。秀儿，看着爸，别乱争，爸一定把你带上来。爸，你别松手！不松！你们3个，爸一个都不会丢。爸，你别松手！不松！你们3个，爸一个都不会丢。都扶定身体，慢慢收绳。巧儿别猛转，兰儿盯住秀儿的肩膀。爸，抓住木板！爸，您刚答应我们不再冒险，转眼又往冰库里扑。秀儿刚才在水里，我这个当爸的还能站着看？那你也得给我们留个搭手的机会，不能每回都一个人往前扑。脚趾能不能动？膝盖有没有发麻？都能动。爸，刚才要不是您，我就回不来了。先把姜汤喝了，脚趾发麻、膝盖发疼都得说，别忍着。秀儿要暖，您也得暖。手冻坏了，以后还怎么带我们进山？我没听清冰响，差点拖累大家。今天错不在你，冰层被人来回踩过，底下早空了。以后所有人上冰都要2人1队拴安全绳。我记住了。再下冰河，我先查绳再走人。刘老板和木桶都有人看着，明早证据交出去，这件事不能再让他赖掉。人平安，鱼没毁，剩下的按规矩处理。爸，你也喝，您不喝我心里不踏实。爸，你也喝，您不喝我心里不踏实。二婶，冰河是不是把您咬了一口？二婶只是湿了衣服，没被冰河咬。那我把小花被给二婶盖上就不冷了。脸色缓过来了，今天谁都不去冰河，先休息。爸，鱼的订单怎么办？
鱼先停2天，你的腿没消肿以前，谁说都不许下冰河。我去聚香楼说明情况，把昨天的余款和停供时间写清楚。我留下看着秀儿，省得她又逞强下炕。我真没那么娇气。在爸眼里，你们该歇的时候就得歇，听话。好，二婶以后一定小心。人缓过来就好。今晚吃热乎的，剩下的事儿明天再说。爸，冰河暂时不能下网，咱们下一步干什么？雪停后去南坡，那里被封，桦树上可能有值钱的桦树钟。我也去。你今天才从冰窟里出来，我先养2天，等腿脚没事了再跟爸进山。能不能去，爸到时候检查。山里不是赶集，谁跟着都得听安排。知道了，爸。我也记住啦。你记住什么？在家听王奶奶的话，别让妈妈和婶婶分心。爸多吃点，下一趟还指望您领路。先顾好自己，进了山，爸可不替你背篓。不用您背，我还能替您背。下一趟不拼命，只找货，绳子、药包、干粮一样不能少。我今晚列张清单，出发前大家逐样核对。下一趟不拼命，只找货，绳子、药包、干粮一样不能少。我今晚列张清单。爸，这块黑疙瘩是不是您说的桦树钟？对，纹路细，里头发黄，是上等货，别伤树皮，从根部慢慢撬。这些送到药铺，应该能换不少钱。颜色发黄，手感发软的已经过老，只取乌黑紧实的，药铺才肯按上等货收。林巧，跟着王守山跑山能挣几个钱？你跟我走，我保你吃穿不愁。你嘴巴放干净点，我进山挣钱，轮不到你替我心疼。你男人都没了，总得给自己找条后路。难道一辈子困在王家？还愿不愿意改嫁，是他自己的事儿。再拿脏话占我儿媳妇便宜，爸替他抽你。你一个人护着这一大家子，又能护到什么时候？别人说什么我管不着，谁敢欺负他们，我就管到底。张烈虎，我们靠双手挣钱，不欠你一口饭，请你让路，别耽误我们赶山。我就愿意跟爸进山，你管得着吗？哼，记住，进山不怕猛兽，在村里更不能怕这种烂人。爸，刚赶走一只癞蛤蟆，老天就送来一窝好货。少贫嘴，先垫草再装，别把菌干压碎。爸，照这样踩下去，今天的药钱和口粮都有了。200斤冷水鱼，品相合格。周兰，去账房结款。爸，苏老板这回要的鱼不少。订单越大，越不能贪多，先保住鱼群，再谈供货。那我们明天再进山找些能配鱼的山菜。行，你们把工具备好，爸带你们去上游看看。账房这边我先结清，回家再分工。王师傅，您先别走，这2条鱼不是今天这一批，却有人说是您补送的。这2条鱼鳞发暗，不像王家送来的货，是谁混进来的？早上有人送来1筐，说是王师傅补送的。这是隔夜鱼，鱼鳃已经发暗，腥味也浮出来了，不是我们今天送的货。爸，签名写的是您的名字，但最后一笔不对。先把这批鱼封起来，一条也别上桌，送货的人必须查清楚。好，这批假货如果上桌，砸的是聚香楼和王家的2块招牌。所以一条也不能留。你信得过我，我就替你把来源查清楚。前厅先照常上菜，这里查出结果，我马上告诉你。好，生意上的事儿咱们照规矩办。好，生意上的事儿咱们照规矩办。爸，大冬天居然还有这么嫩的水芹。这里连着地下温泉，水温比河里高，水芹脆嫩，正好给酸汤鱼解腻。没有苦味，也没有污染，可以采，但根必须留下。山路比我想的滑，刚才只顾看货，差点踩进水里。跟紧我爸踩过的地方，别自己乱走。巧儿少贫嘴，水边湿滑，都把脚下看牢。水芹品质不错，王师傅定下每天的采筹量，聚香楼就按这个量收。明白。
我们采购今天这批就停手。酒楼还等着开席，我先把样品送回去，货送到以后当场结账。路上慢点，先歇脚吃饭，货少踩一把没事儿，人饿软了腿，回城才真危险。爸，鸡蛋给您。今天您一路都在前面探路，累了吧？一人一半，进山干活，谁也不能饿着。一只鸡蛋分4块，爸这碗水端的真平。有的吃还堵不住你的嘴。一只鸡蛋分4块，爸这碗水端的真平。有的吃还堵不住你的嘴。这水芹又嫩又脆，放进鱼汤里一点也不抢鲜味儿。这道菜客人喜欢，聚香头每天再加50斤水芹，你看能不能供？泉眼就这么大一片，今天采痛快了，过阵子连根儿都找不着。想长期供货，每周只能按定量来。听你的，你负责山里，我负责客人。爸，您脸色不对，是不是夜里守冰河受寒了？一点冷气，喝碗姜汤就行。您发烧了，今天什么活都不许干。爷爷的头比炕还热，妈妈，快给爷爷喝药。人不是馒头，不能放外面晾。苏老板说王师傅病了，明天的货可以缓1天。替我谢谢他，订单不耽误，等退烧了我再进山。爸，先养病，生意再急也不能拿身体硬扛。今晚谁都不许跟爸说山货，先把药喝了。妈妈，爷爷什么时候能好？爷爷好好睡一觉，明天就有精神了。别怕，爸还得带你们进山。别怕，爸还得带你们进山。爷爷不烫啦，让你们守了一夜，今天爷爷给你们炖鸡。先把身体养好，山又不会跑。谁让你们把这些东西抬进我家的？林巧，我不嫌你守过寡，10斤肉，2袋白面，今天跟我走。我什么时候答应嫁你了？拿着东西滚！年轻寡妇总跟公公进山，名声能好听吗？张立户肯娶你是给你体面。不许叫我三婶，三婶是我们家的人。他说不嫁你们听不懂人话。她一个寡妇，天天跟着你进山，村里早晚说闲话。她是我儿媳，也是这个家的功臣。她挣的钱自己拿，想走我不拦，不想走谁也别逼。带上你的东西，滚出王家！我们留下是自己愿意，进山再苦，也比被人当货物挑来挑去强。只要爸认我这个女儿，我就守着这个家好好挣钱。别把烂人的话往心里去，换好衣服，今天爸带你们去收桦树松。爷爷，我也保护妈妈和婶婶。你先把早饭吃完，别给大人添乱。你先把早饭吃完，别给大人添乱。昨天教的都记住了，爸往前探路，你们跟紧些。爸，这脚印还没落雪，附近可能有野猪。眼里长进了，都推到上风口，别惊动它。这一片够装3筐。只采大朵，碎菌和老根留着。咱们来挣钱，不是来抄山底儿。三婶没有被坏人抢走。三婶哪儿也不去，明天还跟爷爷进山挣钱。守山真把3个媳妇带出来了，一个比一个能干。张烈虎还说人家拖累公公，我看他们分明是在一起撑家。天冷，先回家。丫丫该等饿了。桦树山按品相分级，真母按干货折价。王师傅，这批我全收。先挑好的，品和差的留家里吃，不能混进你的货。就按你的标准。周兰，称重记账。你们这一家配合得越来越像样了。他们肯吃苦，我就得把路带对。
爸，家里建作坊还要用钱。这是你们跟爸进山挣的，自己收着。家里的账，咱们另外算。爸，有您在，我们才敢往山里走。那以后谁再说我们拖累您，我就把账本拍他脸上。我看你还是少惹事儿，多认货。光靠采山货不够，下一步，爸带你们把能种的山货种起来。山货不够，下一步，爸带你们把能种的山货种起来。这地方以前是育苗点，背风，有泉眼，要是没彻底荒掉，正适合养菌子。那还等什么？咱们今天就去把它占了。山是国家的，你拿什么占？拿你那张嘴。嘴装不下护林站，多装2个饼还差不多。爸进山多少年了，还用你检查？就是进得太久，才总觉得自己什么都扛得住。手套戴上。护林站现在只有灰，想让那里长出木耳，先得修屋、匀水、挑菌木，哪一步都省不了。爸，这山不光长货，还吃血。山没吃，是你走路光顾着看树，没看脚底下。我那是在替大家探坑。行，前面还有一片烂泥，你再替我们探探。1个坑够用了，经验不能太丰富。爸，这木头里面还有菌丝，没死。地方没荒死，只要把棚子重新搭起来，咱们真能在山里种木耳。地方是活的，我快让它埋了。地方是活的，我快让它埋了。什么东西？进山敢跟野猪对眼，让松鼠吓成这样。野猪大，我看得见，它这么小，属于偷袭。人家把这里当粮仓了，咱们一来反倒像抢房子的。放心，借你半间屋，松塔不动你的。表面干了，里面还是湿的，要是搬到泉边养一养，说不定能重新出耳。先试2根，成了再往里投钱，别还没见着木耳就把家底搭进去。爸，修屋的钱我算过了，能自己补的地方咱们就别请人。这还用算？有我呢。先学会分好坏，再吹牛。他自己年纪大了，关我什么事儿？这屋里年纪最大的就是爸，你是不是也准备掰一下试试？爸，多久能看见木耳？山里的东西又不是吹气球，急什么？温度合适，最快也得几天。忙一天就种了2根木头，这进度什么时候才能出货？巧儿今天进山忙了1整天，成功养活了2根柴火。爸，您现在损人越来越顺嘴了。光等旧菌木出耳太慢，明天进桦木沟，找一批真正能养菌子的木头。明天进桦木沟，找一批真正能养菌子的木头。这根烂透了，养不住菌。这根呢，听着挺结实，总算没白跟爸跑，外皮完整，里面还有水分，正合适。听见没？爸夸我了。听见了，要不要我回家写张纸贴你脑门上？哎，山坡上还敢打闹，真滚下去，爸拿绳子都捞不着你。知道了，爸。停手！砍根木头而已，你喊什么？满山都是风倒木，你偏砍活树。今天为了省几步，明年这坡上还能剩多少林子？你养木耳挣钱，就不许别人取木头。这山是你家的，我们捡的全是倒木，一棵活树都没碰。少装好人，我就砍了，你能怎么样？你要是缺柴，我带你找倒木；你要是故意毁林，今天这斧头就别想再拿起来。老三，守山说的没错，活树砍完了，菌子疯子都留不住，大家以后吃什么？哼，几根破木头还真让你当宝了，我等着看你能种出什么。爸，这棵树还能活吗？伤得不浅，但树心还在，拿泥和草灰封住伤口，兴许能缓过来。走，把这些菌木送回护林站，几天后能不能长出木耳，就看这一批了。把这些菌木送回护林站，几天后能不能长出木耳，就看这一批了。爸，真长出来了！离远点，你一口热气喷上去，别再把它们吓回木头里。我就想看清楚这一小朵能卖多少钱。还没长过铜钱大，你已经替他找好买家了。先别碰，木耳刚冒头，跟小娃娃一样嫩，手上沾点油汗就可能伤菌。爸，护林站真能用，
以后不用天天碰运气，也能有稳定的山货。能长是一回事儿，能不能养成又是一回事儿。山里的东西娇气着呢，冷了不长，热了会烂，水多水少都不行。那咱们今晚是不是得留下看着？您别想又把我们赶回去。昨天是谁说这个家不是您一个人的？爸说一句，你倒记一辈子。偶尔守一夜可以，天天住不行。家里的作坊、订单和收货点都得有人照看。我来排值守，4个人轮换，护林站有人看，家里的生意也不能断。进山干一天活，还想着省这口，赶紧吃。爸，你也就比我们多一个鸡蛋，还摆什么阔？刚冒出来的木耳全压下面了，梁还没稳，你进去是想让他再砸一个？货坏了能重新养，人砸坏了，爸去哪里找一个一模一样的桥？爸，绳子给您，您说怎么弄，我们跟着来。先把横梁撑住，别急着碰下面的军木，它倒不了，咱们才有手救货。这几根只是草帘压着，没伤，先搬进木屋避风。慢点儿，木头掉了没事儿，你别摔着。昨晚忙着抢军木，连这床旧毯子也搬过来了。爸，您快看，这么多，这根木头里面全是木耳，是上等货。原来这批老军丝早就囊进木头心里了。这一根就能采10几斤，屋里这么多军木，第一批货有着落了。昨晚差点把命搭进去，总算没白忙。少说晦气话，先坐稳了喘口气，木耳的账天亮再算。爸，光这批成熟的就有120多斤。爸，这么多鲜木耳，咱们怎么带下山？先用草帘隔开，不能压实。木耳怕闷，捂一路就不新鲜了。守山，你还真把这堆烂木头种出木耳了？不是我本事大，是地方和木头选对了。想种可以，但得先学会养菌，不能把木头扔进棚里就等着收钱。你要是肯教，我们也愿意跟着干。先把我这一家养稳。自己还没走明白，就带着大家乱跑，那是坑人。脚扭着没有？没事，只是踩空了。爸，我能背。脚腕刚扭最怕硬走，这筐爸来，你扶着爬犁慢慢下山。肉厚边缘齐，焯完还是脆的。这批货不错，先别急着全收，做2道菜让客人尝，客人认货，咱们再谈长期生意。王师傅，你送来的货自己倒比买家还谨慎。先让后厨试菜，味道过了客人这一关，咱们再谈下一批。这木耳厚实，咬下去还有脆响。再来盘凉拌的。苏老板，都是木耳。他的卖8块，我的只要5块，我的个头还比他的更大。价钱差多少，得先看货差多少。你们早就合作惯了，当然帮着他说话。你这木耳不是长得大，是泡水泡得重。要是不服，两边各称1斤，同时下锅。下就下，木耳本来就该泡水。爸，他这批不只是泡水，里面已经有酸味了。这种货不能给客人吃。刚才还说自己的货好，原来是拿泡沫货骗秤。货便宜不丢人，以次充货才丢人。你想卖木耳，先把心思用在货上。第一批鲜木耳120斤，聚香楼全收，以后每周按品质定量采购。爸，咱们种出来的东西真的卖成钱了。钱攥稳了，这不是运气，是你们陪爸一天天守出来的。真的卖成钱了。钱攥稳了，这不是运气，是你们陪爸一天天守出来的。火不能直接烤木耳，热气从墙底进去，再从两边慢慢往上走，木耳才不会烤黄。这回比堵灶眼强多了。我昨晚拿碎砖练了半宿，
不能总让您跟在后面翻工。肯学是好事儿，也不能熬坏身子。中午多吃一碗饭。哎，马上好。爸，上面快干了，下面还是湿的，是不是得把火烧旺？不能加火，火一猛，上层就焦了。把架子上下换位置，让水汽慢慢走。爸，您说过一家人互相搭手，怎么轮到自己又硬撑？行，听你们的，一起换，慢点抬。成了吗？成了，颜色、干度都够，这批能卖上等价。你闺女守在王家才挣几个钱？杜老板有房有铺，正缺个会管账的女人。只要田秀肯嫁，彩礼一分不少。正缺个会管账的女人，只要田秀肯嫁，彩礼一分不少。娘，您怎么来了？娘来看看你。这位是镇上开粮铺的杜老板，家里有房有铺，日子过不差，模样周正，干活也利索。嫁给我以后不用进山，替我守着粮铺就行。你男人都不在了，总不能守着公公过一辈子。杜老板肯明媒正娶，是你的福气。他愿不愿意，得听他自己说。谁答应的婚事，你们找谁去？我是秀儿亲娘，还能把他往火坑里推？您疼闺女，我懂，但她现在不是件东西，不能谁给的彩礼高就跟谁走。我也不强迫她。田秀，你跟我回镇上，吃穿都比这里强。我前妻留下2个孩子，你会照顾人，正好把家管起来。所以你不是来娶妻，是来给2个孩子找个不要工钱的保姆。你细心又会持家，进门把2个孩子照顾好就行。粮铺的事儿用不着女人掺和。杜老板，我留在王家能靠本事挣钱，也有人把我当家人。去你家只配围着2名孩子转，这门亲事我不答应。嘴上说娶秀，心里却只想找个不要工钱的保姆。你不是来结亲，是来占便宜。我有房有铺，用得着算计个寡妇？她留在王家能有什么？忙前忙后这么久，真正拿到过1分钱吗？秀儿，他说的也不是没道理。你天天干这些活，手里到底落下什么了？兰儿，把家里的账本拿来，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每1分钱说清楚。赶山收入、木耳货款和家里支出全记在这里。我们3个跟爸干活，工钱也单独记着。秀儿有多少？2640块。今天这批干木耳卖掉以后还要再加。这些钱真是你自己挣的？我跟爸进山守锯木烘木耳，一点点挣的。爸从没拿过我们的工钱。原本想等第一批干货卖完再给你，现在有人问了，就让大家看明白，你不是靠王家养着，是靠自己的手吃饭。2000多块也值得显摆。我现在就能拿出5000彩礼。田秀，跟我走，这些钱就是你的。我挣2000是靠自己本事挣的，拿你5000就得丢下尊严去伺候你们一家，这个账我算得清。说的好听，王家刚卖1批木耳，你们就真以为能靠几根烂木头发财？谁说王家的木耳是烂木头？王家的第一批干木耳验过了，聚香楼和县城2家饭店一共预定900斤，20天后交货。听见没有？订单再大，交不上也是废纸。合同上写的是王家种的木耳，还是经过王家挑选加工的木耳，只认最后的品质，货从哪里收由你们自己解决。你要真能在20天内交出900斤，我当着全村人的面给田秀赔礼道歉。交不出来就别再装什么能人。记住你说的话，货交上那天，你得当着大家的面承认是你看不起秀，也不该把她当成免费保姆。一言为定。也不该把她当成免费保姆。一言为定。 7、8斤鲜木耳才能出1斤干货，900斤干货，咱们自己的锯木肯定来不及。再多搭几个棚呢，只要地方够，我晚上也能守。木耳有自己的长势，你守着它喊一夜，它也不能明早就长大。爸，山里人家去年应该存了不少干木耳，镇上贩子压价，有些人舍不得卖，一直留到现在。爸想的也是这个，咱家的木耳不够，就去收山民手里的货，咱们负责挑选、复烘。 达到饭店标准再交。合同允许收货，可要是里面混进受潮发霉的，最后还是算在王家头上。受潮发霉的木耳下锅就坏味儿，真去收货，每一袋都得拆到底看。先去柳树沟，那里靠山，家家都有晒木耳的习惯。爸，
收这么多货要用掉不少现钱。钱放在柜里不会下崽儿，拿去收好货，山民得实惠，咱们也能完成订单，这钱才花得值。爸，我的钱也拿出来，订单是咱们一家结的，不能只让您压上家底。我把尊严讨起来，我也想替这个家搭把手。钱算借给家里，账上写清楚，以后挣了再还我。秀儿说的对，不是把钱交出去，是我们一起做这单生意。行，按借款计，1分都不能少。等货款回来，爸先还你们。寿山，镇上贩子只给3块，你真能给到6块？先看货，东西真好，6块1分不少，当场拿钱。先别卖，王守山20天后就要赔得倾家荡产，你们把货交给他，当心最后连钱都拿不到。10天后就要赔得倾家荡产，你们把货交给他，当心最后连钱都拿不到。王守山急着凑900斤木耳，什么烂货都敢收，等他赔得倾家荡产，你们手里的欠条找谁对？守山，咱们可说好是现钱，你真能当场结？验一袋，结一袋，钱从我们手里交到大家手里，不打欠条，也不拖到明天。杜老板有句话没说错，我急着要货，但货不好，再便宜我也不要。大家要是不放心，第1袋就在所有人眼前验。干豆没有重铸，也没回过潮。陈叔，这批算上等货，82斤，1斤6块，一共492。陈叔，您当面显清。真1分没扣。寿山，我家后屋还有2袋，等着，我现在就搬来。爸，这袋表面挺干，里面的味道不对。你这批是不是受潮以后又重新晒过？就淋过一点雨，后来晒干了，吃着也没什么事儿。自家吃都得挑干净，更不能送进饭店。这1袋我不能收。看见没有？说是6块，到了他手里挑3拣4，1分钱都不给。木耳不能收，麻袋下面那层干货，秀儿帮你把能用的挑出来，合格的照价结。行，是我刚才心急了。爸，照这个速度，再跑2、3个村，订单就能凑齐。马上去周边几个村，木耳全部家收走，再告诉他们，谁敢卖给王家，以后别想从我的粮铺赊1粒米。木耳全部家收走，再告诉他们，谁敢卖给王家，以后别想从我的粮铺赊1粒米。爸，一路挑下来少了将近100斤，照这样算，还差580斤。可附近几个村都没回信，按理说昨天就该有人送货过来。守山，不好了！杜老板昨晚连夜去了附近几个村，把干木耳全买走了。他一个卖粮的要那么多沃尔干什么？分明就是不让咱们交货。他还放话，谁把货卖给王家，以后去他粮铺不能赊粮。村里人怕荒原没米下锅，不敢得罪他。大路上的货让他结了，山后还有个石河屯，去年那边木耳丰收，可洪水冲断了运输路，不少货一直压在村里。我听采购司机提过，石河屯的货出不来，镇上贩子只肯给2、3块。那咱们去收，车过不去，我和秀儿背出来。几百斤木耳，你准备背到明年？大路断了，不一定所有路都断。您以前在山里巡护，应该知道别的路吧？有一条巡山路能翻过去，人能走，车不能走，而且开春融雪，路上很危险。至少还有路，咱们先过去谈货。真收到了，再想办法从石河屯南坡调车。今晚把绳子和干粮备好，明早翻山去石河屯，货能不能接上，就看这一趟了。今晚把绳子和干粮备好，明早翻山去石河屯，货能不能接上，就看这一趟了。爸，下面全是冰水，咱们还能过去吗？木头还能承重，抓紧绳子一个个过，脚别踩横木边缘。兰儿，别往下面看，看着爸，慢慢挪脚，害怕不丢人，知道怕还能一步步走过来，才是真本事。杜老板给5块，货先拉走，钱月底再结。镇上多少人求着把货卖给他，你们还挑什么？去年贩子拿走一批山货，到现在还欠着钱，没有现钱，我们不敢再放货。货合格，上等6块，普通4块，过称以后当场拿钱，不留欠条。这3袋都是上等货，重量照村里的称算，我们不扣所谓损耗。蜀山，能不能先看我的？家里孩子等着买药。爸，加上家里的320斤，已经超过900斤了。数量够了，干度还差一点。明天就是交货日，今晚必须全部运回去复烘。
一下雨就淋到更走不了。南坡有条车道，去年被冲坏一段，但村里的拖拉机还能把货送出去。那就走南坡，今晚无论多晚，都得把货送进烘干房。那就走南坡，今晚无论多晚，都得把货送进烘干房。爸，路上潮气太重，前面烘好的木耳也开始反软了。我把火烧旺，天亮前肯定能烘干。火一猛，水汽没出去，木耳先烤黄了。咱们忙这么多天，不能坏在最后一夜。爸，能不能把酒坛烘热，放在架子下面吸潮？以前家里盐罐受潮，娘就是这么处理的。能行。坛子吸潮，火道慢慢送热，比一味添柴稳。成了，装车。干度、颜色和泡发率全部合格，900斤，1斤不少，合同完成。尾款27000，账房已经备好。周兰，你核对完签字。杜老板，货验完了，你是不是忘了自己还欠秀儿一句话？先前是我说话不好听，算我不对。你上门挑人拿秀儿当免费保姆的时候，可不是这个声音。愿赌服输，抬起头把话说清楚。天秀，是我看轻了你，我不该把你当成伺候我一家的工具，对不起。我不需要你承认我有本事，以后别再替女人选日子，更别把娶妻说成施舍。爸，大嫂巧，咱们回家。这一单听着挣得多，刨掉成本以后还能剩多少？得让大嫂算完才作数。爸，扣掉收货、运输、柴火和工钱，这单净挣14600。柳树沟和石河亭的货款也全部结清了。这回不止挣了14600，修货、验货、烘干、送货，哪一步怎么办，咱们都摸清了，下一单心里就有底。县城还有2家饭店想按月修货，只要供得稳，往后每个月还能多挣2、3万。这就对了，订单再大，手里没货也不能乱接。御军房得继续守，山里的春货也快出来了，两边不能都耽误。我宁愿进山，天天守着烘干房，身上都快长木耳了。你先把碗里的木耳吃完再嫌它吧。御军房已经稳定，订单也交了，明天重新进山，看看开春第一耙山货。爸，这次主要找什么？刺那眼、猴腿菜和春菌，有什么看什么。最重要的是找一片适合长期培育菌菌的桦木林。我留下守作坊，您带秀儿、巧儿进山，家里不能没人。好，兰儿守账和收货，秀儿进山记录菌种、湿度和树况，巧儿沿路做标记。咱们这回不是采完就走，是替下一步建菌菇基地摸清底子。这回我保证不把好木头当柴火，也不把坏木头当宝贝。先别保证太早，明天要是再让泥坑吃掉鞋，爸可不负责往外捞。这回我保证不把好木头当柴火，也不把坏木头当宝贝。先别保证太早，明天要是再让泥坑吃掉鞋，爸可不负责往外捞。爸，老朋友来接您了。他不是接我，是等着看咱们带不带吃的。爸，这么大一片，几天都采不完。拇指贴着牙根，轻轻一掐，顶牙完整，卖相才好。别用手攥，叶片一蔫就掉价。城里人开春就认这一口鲜，品相好的刺层芽1斤能卖10几块。那我这一筐少说也有200块。先别算钱，被你压烂一半，200就只剩100。颜色越漂亮越不能乱碰。我就是想看看。上次你说就是看看，最后抱回家一窝刺猬。爸，今天这些够卖了，咱们还往里走。这些山野菜只能挣眼前的钱，能撑起基地的东西还在里面。最后抱回家一窝刺猬。爸，今天这些够卖了，咱们还往里走。这些山野菜只能挣眼前的钱，能撑起基地的东西还在里面。爸，这里有多少蜂巢？少说10几群，现在正是分蜂的时候，不能取蜜。不取蜜，咱们跑这么远干什么？蜂群愿意留在这里，说明
附近有足够的花和水，以后在外围放蜂箱，分出来的蜂群自然会入住。让你守作坊，怎么又带人追进山了？路上划没划着？不是让你们守作坊吗？第一批货已经装好，聚香楼采购员说县城客人想看开春的新鲜山野菜，我就带空筐过来了。我们来看看，什么开胃菜能让你一早不吃饭就进山？我带了干粮。您那2块硬饼也叫饭，赶紧吃，省得晚上胃疼。爸，我这份自己吃，您别惦记。出息。这些先分级装筐，明早送聚香楼验货。每天最多采100斤，每颗留2、3个侧芽。谁为了多卖钱把树掐秃，以后不收他的货。我回去把采摘标准写好，让村里人都照着做。找到了，这里才是咱们真正要找的地方。找到了，这里才是咱们真正要找的地方。这么多木耳，怕是10辆车都装不完。活树上做红记号，右耳区插木牌，全眼周围铺跳板。先把界限画清楚，再动手。爸，我就是高兴。高兴的时候最容易忘规矩。爸，这里的湿度比护林站还稳，榉木放在树荫下面，夏天也不会太热。对，护林站负责育菌和烘干，这里负责养木耳、放蜂箱，两边连起来才能常年有货。水没有杂味儿，旁边又有菌菇和蜂群，这里真适合做长期山货基地。先别急着算产量，林地、泉口和蜂群都得护住，东西才能1年多长。那我先想想，第一批蜂蜜能做多少块蜜糕？你先把蜂箱位置记明白，再惦记吃的。守山，我们也能跟着放菌木吗？能，菌木和蜂箱先登记，收货时按品项算钱。真有人毁林，那一户的货合作点不收。蜂箱怎么分？我们自己买还是从你这里领？先试10箱，蜂群筑稳以后，再按出工和投入分。现在别急着抢位置。行，放菌木、养蜂箱都按你的规矩来。爸，这片林子以前是王家的，是你爷爷那辈承包的，后来山路封了，一直没人进来。爸，这片林子以前是王家的，是你爷爷那辈承包的，后来山路封了，一直没人进来。守山，旧路塌了2处，真要全铺开，咱们这几个人怕是干不过来。不铺大路，只把倒木和碎石清开。今天先走一遍，哪段危险，回来再定人手。先试10个蜂箱，野蜂真愿意住，再继续添。这些箱子多少钱？旧木箱改的，只算木料和工钱，该多少就多少。工钱和木料钱当场结，蜂蜜卖给谁是后面的生意，账不能混。跟爸做事，账确实不能算慢了。该算清的得算清，省得以后账目扯不明白。少贫嘴，先把蜂箱刷完。大哥，听说你找到一片桦木林，准备种木耳养蜂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。那片林子是爹当年承包的，证上写的是王家，不是你王守山一个人的名字。爹不在了，这片林子咱兄弟1人1半。你想修路放蜂箱，先把我的1半分出来。林子荒了这么多年，你连看都没看过。现在爸找到山货，你倒跑来分了。祖产本来就有我的份儿，轮不到你一个外姓儿媳说话。她是我王家的儿媳，也是我女儿。这个家里的事儿，她比你有资格开口。你说什么都没用，林权证在我手里。爸，证上写的是爷爷的名字，
可补办日期却是去年，这里面肯定有问题。听见没有？想继续用林子可以，木耳、蜂蜜和药材的收益我拿一半。林子荒着的时候你在哪儿？修路、护林、投钱的时候你又出过什么？我不管，不给一半，我就把自己的份额卖给木材商。林子里的活树谁也别想动。那你就拿出证据，证明这片林子跟我没关系。大哥，爹娘留下的破烂有什么好看的？先把我的领地说清楚。找到了。一张烂纸能说明什么？我手里可是临阵证。先把协议念清楚，到底谁真谁假，让大家都听听。王家兄弟分家，次子王富贵分得镇上门市一间，现金3000元；长子王守山分得老宅及黑风岭东坡承包林。3000块在那年国可不是小数目啊！怪不得富贵后来能在镇上开铺子，原来拿的是这笔钱。假的，肯定是王守山临时做的。这是当年你接收门市和3000块钱时按的手印，你要是不认，咱们就请老会计来验。不用请，我已经来了。叔，您这么大年纪，记错了也正常。我人老了，账可没糊涂。当年你嫌山林不值钱，哭着闹着要镇上的铺子，还是我给你们写的分家协议。爸，有了这张纸，王富贵再也抢不走咱家的山了吧？能，只要事实是真的，谁也抢不走。富贵，东西找到了，现在该算算你拿假证来抢林子的账。富贵，东西找到了，现在该算算你拿假证来抢林子的账。门市归王富贵，承包林归王守山，后面还有你们兄弟俩的签名和手印，写的明明白白。可我现在手里有证，证上写着我的名字。那就更得问问你这张证是怎么来的。这张证是去年补办的，可你拿不出最初承包合同，也没有村里的流转记录，单靠这张纸，证明不了林子属于你。爸这几年腿不好，没顾上那片林子，你就趁机把名字换成自己的了。我是他亲弟弟，林子荒着也是荒着，我替他管有什么不行？替爸管，还是等着基地建起来以后摘果子？守山一家最难的时候，也没见你送过一袋米。如今林子值钱了，你倒跑来认亲了。这是我们王家的事儿，轮不到你们多嘴。那我这个当大哥的跟你说，爹娘分给你的东西，我一分没碰；分给我的山，你也别想拿走一棵树。这些东西送去核查，谁说谎一看便明。富贵，你现在认错，还能给自己留点脸。行，也算你们人多，我走。站住！把你插进林子里的戒庄全部拔走，再敢动那片林子，我就把这些证据一起交上去查清楚。走。人赶走了就别追着骂，先把戒庄立回去，咱们自己的事儿不能耽误。爸，证据齐了，这块牌子终于能堂堂正正立回去了。立，不但要立起来，咱们还要把这片山真正经营起来。立，不但要立起来，咱们还要把这片山真正经营起来。腐木别全烧，挑粗的留下养木耳。靠近泉口的地方种药材，风箱放在背风坡，不能混在一块儿。爸，山蒿椒和刺生沙也分开种吗？珊瑚礁耐旱，往高处栽；刺不加喜阴，放林子里。位置弄反了，再好的苗也长不活。守山，这是我家攒的干蘑菇，你们合作点还收吗？收，货干净，没有掺土，按上等价算。28斤，全是上等货，按18块1斤算，一共504块。大叔您点点。真按上等价收啊！镇上的贩子只肯给12。东西好就该给好价，大家肯把真好货送来，咱们这个合作点才能开得长久。王老板，路通了，我也把采购车带来了，往后货一下山，直接送聚香楼和县城仓库。你把后路都铺好了，我要是再干不好，可真没脸见你了。我可不是白忙，
年底供货稳定，聚香楼还要跟你重新谈价格。苏姨放心，爸要敢少算您的，我第一个帮您查账。蜂群不是冲咱们来的，是新蜂王在找落脚处，都别挥手惊他们，咱们的蜂场要添新住户了。蜂群不是冲咱们来的，是新蜂王在找落脚处，都别挥手惊他们，咱们的蜂场要添新住户了。爸，这哪是添新住户，这是拖家带口来占山头了。蜂多不可怕，乱才可怕。都把手放下，别赶，别跑。蜂群一直绕着中间那一团，蜂王应该就在里面。眼力没白练，等蜂王落箱，其他蜂自然会跟进去。蜀山，野蜂真让你留下了？不是他们听我的，是咱们给了他们能活下去的地方。蜂王稳住以前，谁也不许取蜜。刚住进来就惦记房租，确实不像待客之道。第一批蜂蜜不定死数量，成熟多少收多少，质量合格，聚香楼按上等价结算。可以，但取蜜得听蜂群的，宁可少交货，也不能把蜂饿死。我收的是长久生意，不是一锤子买卖。县城还有事儿，我先带车回去，订单让周兰收好。10个旧蜂箱，2片菌木区，再加上药材苗，合作点的底子算是齐了。底子有了，规矩更得立起来。兰儿管账，秀儿管品质，巧儿管人和车，谁的活谁负责。知道了，爸。爸，那边没有蜂箱，怎么会飞出这么大的蜂群？先把眼前的蜂场稳住，等路化开，咱们再一起进去探。先把眼前的蜂场稳住，等路化开，咱们再一起进去谈。爸，您这架势不像分活，倒像要把我们分出去。不是分家，是把家里的事儿分清。以前你们跟着爸干，哪里缺人往哪里补。现在合作点要开起来，再这么乱，早晚出错。兰儿管账目、收货和结算，秀儿管菌种、药材和品质，巧儿管运输、销售和外头的人情，每月有工钱。年底按盈利分红。爸，一家人做事儿还要签这个？正因为是一家人，才不能让你们白干。亲情不能拿来抵工钱，信任也不能代替账本。您把我们留下，已经是给了一个家。家是一起过日子，生意是一起担风险，该有的一样不能少。王老板，往后请叫我林掌柜。先把字写直，再惦记当掌柜。蜀山，你3个媳妇现在各管一盘，真不像刚开始进山时了。人只要肯学，就不能一辈子站在别人身后。爸，这下面原来真有路。旧路还没完全化开，现在进去太危险，先把路线记下来。先把入口重新标好，巧儿登记路线，秀儿记录菌丝和水源，兰儿把位置画进合作点山图。等合作点开张，我第一个给您探路。先把眼前的事做好，山就在那儿，跑不了。等合作点开张，我第一个给您探路。先把眼前的事做好，山就在那儿，跑不了。寿山，听说合作点要开张了，我们不是来抢钱，就是想替闺女问明白，他们往后算帮工还是算这个家的人？生意小的时候不分彼此，生意大了最怕一句外姓人。替闺女问清楚，应该工钱按月结，分红按年算。老宅永远有他们和丫丫的房子，以后想留下没人敢，想自己盖房，家里出人出力。这些都写进协议了？写了，连我们各自管什么，出了多少土钱都记得清清楚楚。兰儿，你真想一直留下？不是爸拦着我不许走，是我自己想留下。这个家最难的时候没把我当累赘，现在日子好了，我也不能只等着分好处。我以前什么都怕，现在能认菌、验货、手烘干房，我留下是因为这里有人相信我能做事，
我更简单，谁把我当外人，我就拿账本给他看，这里有我挣的钱，也有我出的力。妈妈和婶婶都不走，爷爷也不走。爸能替你们挡一阵风，不能替你们活一辈子。这个合作点是咱们4个人一起撑起来的。3天后县里办上山货展，要500斤干货、200斤菌菇和50斤蜂蜜，能接吗？货够，但只有3天。车和人我来安排，品质我手，差一等也不出门。那就接，让人看看王家不只有我王守山。那就接，让人看看王家不只有我王守山。都是山里长的木耳，哪来那么多等级？这一车你们全收，我每斤再便宜2块。上面是新货，下面受过潮，便宜的不是2块，是合作点的信誉。急什么？好货怕验，坏货才怕见光。这车货不是你的，原货主陈老寒登记的是300斤，你运来只有260斤，还把好货换成了潮货。你半路倒货，还想把账算在守山头上？少血口喷人！王守山，你让3个女人管生意，就不怕他们把客人都得罪光？今天管事的是他们，货归不归你，账对不对，你跟他们说。证据留下，人可以走。想拿女人好欺负当本钱，你这算盘打错门了。货没看走眼，账也没算错。那当然，我们3个加起来可不止顶您一个。夸早了，订单还差200斤，太阳也快落山了。数量齐了，货款也一笔不少。爸，合作点是大家一起撑起来的，这个名字也该让大家记得住。那就叫守山山货合作点。守山不是守我这个人，是守住山里的规矩，也守住大家的饭碗。守山不是守我这个人，是守住山里的规矩，也守住大家的饭碗。离约定装车只剩1夜，雨要是下来，这批货全得返潮。兰儿带人收干货，秀儿先护风箱，巧儿把车倒到仓门口，别抢一处漏一处。先收值钱的药材，木耳干油布，等车过来一起转。别全围过来，货进水，乡亲们一记白干，按刚才的分工继续。2个人跟我抬木就罢，其他人听巧儿调车，秀儿先看伤，确定没有大出血，带回风场。骨头没断，不能再受力。爸，您这次必须听我的。行，今天你是大夫，你说了算。一起拉，咱家的货1块也不能丢。爸以前总怕你们离了我站不住，今天才知道，是我把你们看轻了。您可以护我们，但也得让我们护您一次。山路被泥石流堵死了，领导的货车根本上不来。离了我站不住，今天才知道，是我把你们看轻了。您可以护我们，但也得让我们护您一次。山路被泥石流堵死了，领导的货车根本上不来。您现在不是领路的，是伤员，再逞强，我就把您和货一起封箱。本事见长，脾气也见长。救护林路能走小车，我找了3辆拖拉机，车况都查过了。旧路绕远40里，现在装车分3批出发，天亮前能到县城。雨夜走山路，不能拿人命换订单，所以我领头，巧儿探路，秀儿随车看货，每辆车带绳、药包和火把，遇到他方立即退。您教的规矩，我们没忘。去吧，货能晚，人必须齐。明白，爸。
500斤干货，200斤菌菇，50斤蜂蜜，数量齐，品质全部合格。该给乡亲们的先结，剩下的才是利润。以前别人叫咱们3个寡妇，现在得改口了，3个掌柜。掌柜先别做货上，压坏一箱还得扣你工钱。货送到了，账没乱，人也平安，爸没什么可挑的了。兰儿管账，秀儿管货，巧儿管路。从今天起，你们不是跟着爸做事儿，是和爸一起当家。爸，最难的时候是您带着我们走，以后路再难，我们陪您走。爸，雨停了，明天开张，咱家总算熬出头了。不是熬出头，是往后的日子，终于能抬着头过了。爸，雨停了，明天开张，咱家总算熬出头了。不是熬出头，是往后的日子，终于能抬着头过了。人们啊，中通市围海街有万片呢，在这个海上都分次啊，来走走。账目都贴在墙上，有疑问当场核对。这些钱不是爸给的，是你们自己挣的，手里有钱，心里有底，腰杆才能挺直。爸，以后合作点的账我替家里守好，山货的品质和山里的规矩我来守，外面的路和难缠的人我来挡。牌子上写的是守山，守的不是我一个人的山。这块牌儿咱们一家人一起接。周山，你进山找到过不少宝贝，现在看来，最好的宝贝还是这一家人。山货卖的再贵，也得一家人坐在一张桌上吃饭，挣来的钱才有意思。这是庆功还是喂猪？在家，爸明天进不了山了。进不了正好，您在家养腿，我们3个去。爸，是邻县几个山村写来的，他们听说咱们按品质交货，想请我们过去看看，也教他们建合作点。车我来找，路线我来查。合作点刚开场，家里这摊谁守？这回不用您一个人安排，我们3个商量着来。家守住了，路也走出来了，山里的好东西多着呢，咱们往后的日子也长着呢。